去年的11月，当高市首相喊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时，我们决定亲自前往日本，因为我们想知道这句话究竟只是政治人物的表态，还是日本社会真的变了呢？这一路上，我们遇见许多愿意站出来支持台湾的日本政界人士，也见证了一个过去习惯沉默、克制，甚至依赖中国的国家正在慢慢觉醒过来。香港的变局，台湾的危机，中共的渗透，让日本人开始明白，有些威胁不是等战争爆发才会体现，它早已经进入社会、媒体、地方政治，甚至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线。在硝烟升起之前，日本的沉默正在觉醒。我们正告日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挑衅越线的错误言行，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玩火者必自焚。玩火者绝对没有好下场，犯我中华者必将受到惩处。我们来到东京前年很出名的西太后餐厅这个就是大闹的那个网红，就是第一个，这些人全部都在上面，然后打倒玛丽的中共。好，我们现在就进去用餐吧。我们上海来的，上海，但是你们也是来朝圣的吗？这家店曾经被小粉红大闹，但它没有消失，反而成了中国反贼、台湾人以及各国反共人士聚餐据点。一间普通的日本小店，为什么就变成了反共的象征呢？或许这位日本老板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近几年日本对中共的反感正在快速升高。YouTube 上看过哦，真的。ちょうどうちのことのね、これがねものすごくね効く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うちに来て動画を撮ってでなんつうのお金をかける人が、でうちに来る意味がなくなってもう全然来なくなる。はい。こういうこれがいい魔除けという。那想请问老板，就是在店内开始放这些反共的贴纸或是这些图示之后来闹事的中国人是变少了，还是根本就没有了？全然なくなりましたね。みんな皆さん魔除けでね持ってきてくれるんです。くれて天安門とかね、でああいうのを貼っとけばもう動画を回してうちに来れないよという。これはね。タイのホテルからのエアメールで来たんですよ。香港からだと中開けられちゃうでしょ。危ないんで身が危険なんで、わざわざタイに行った時にタイのホテルからエアメールで送られてきたんです。高市早苗的那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言论，就是让中国很不爽嘛。那他自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全く同じ意見ですね。はい。台湾はもうお友達ですからね。けどこれも台湾の方のお土産。はい。いっぱい全部いろんな人。不同的人来了。あっちにもあります。あと旗ですね。旗、はい。これねカラーもあるんですよ。でもこれねカラーはねちょっと食欲が落ちるかもしれないんで。看到这一张可能これ食欲落ちますよ。だからこれを買ってきた。カラーのもう一个写真撮らせてもいいですか？此时高市早苗的民调已经逼近70%，究竟是媒体的操作，还是实际的情况呢？所以我们想走上日本的街头，随机采访民众的想法。台湾有事イコール日本有事という話が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話についてはどう思いますか？別に悪いとは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もうお互い様なんで。台湾を応援したいです。台湾の人の方が好きだから。台湾の方が日本寄りで、中国は日本と敵対してる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高市さんはが喧嘩しようとして言ってるようにはあんまり思ってないんですけど、また事実を言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な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も、国民を一番守るのが総理が守れるのかなって思うので、そこに関しては私自身はいいと思います。でも高市さんになってからは日本人をもともと日本人ファーストで行こうって言ってたのを今ちょっとやっていってるつもりか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が感じるから、今までこの外国人の人たちに対しての
その支援金だとかを日本がよく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のじゃなくて日本ファーストでちょっと今考えてやってくれ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日本人からしたらちょっとありがたいかなっていう。当然了，中共很快就用军事行动回应了日本的警觉。2025年12月初，中国航母辽宁在冲绳本岛东南方活动，舰载 J-15战机对日本的航空自卫队 F-15进行了雷达照射锁定。同年月底，中共又在台湾周边发动了正义使命2025军演，进行了实弹射击跟风控演练。短短1个月内，冲绳以及台湾接连承受了军事压力，而这几场的军演却让不少日本人看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再只是政治语言。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东京，想询问日本一些政界人士的看法。結局共産党独裁中国というのは日本も併存して、自分の支配下に入れようと、こういう明確な侵略の意思を隠そうとしていない。私は長年の共産党独裁中国の観察によってそのように確信をしていて、その手順として戦争をせずにそれを達成するか、戦争によって達成するか、それは日本側の対応次第でどちらの手段も取ると思っています。これは中国が台湾に対して、勝手にですね、一つの国だから併合するんだと、それは正しいことなんだと言っていることに、もうほとんど同じような感覚で日本についても併合することが正しいと。そのためにはどんな手段を使ってもいいんだと。日本側が戦う意思を持っていれば叩き潰して併合すると。日本が愚かにも自分からですね、手を挙げて従うようだったら戦わずしてこれを手に入れると、このように考えているだけ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私が我が国の国内で一生懸命訴えているのは、軍事的な侵攻侵略を恐れて平和裏に屈服すると、こういうことで仮初めの一時の平和を手に入れても、それが将来の侵略と支配と、そして従属と奴隷化、この結論に達する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どちらの場合でも犠牲は必ず出るので、どちらも防が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もちろん、台湾が好きとか、台湾人は、東日本大震災の時に、たくさんの寄付を支援を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から、恩返しをしたいとか、そういう国民的な感情もちろんあります。しかしながら今の現段階の日本においては、感情よりも現実、香港みたいに中国に飲み込ま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の現実危機感から来ている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そして国の未来、日本人の安全、暮らしに関係がある。それが台湾有事です。中国の脅威が強くなりすぎた。香港が実際にもう落ちてしまって、そして韓国も台湾も今非常に危機的な状況にある。日本だけがいつまでも平和である、そんな保証どこにもないわけですから。比如说，让更多日本民众明白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吧。实际上，我的那个说服力吧，比不上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做的事情已经让日本民众已经明白很多了，那就是这样啊。本来高市首相这个发言吧，你共产党不做那么激烈的反应吧，日本民众还对这个事儿不觉得有什么，然后就那么激烈的反应吧，反过来那日本人想，那到底咋回事呢？然后一想这个问题就想通了，那确实就是这样。台湾要是遭到攻击的话，那日本自然免不了就。所以共产党现在对高市首相这个发言做了一系列剧烈的反应，实际上已经给日本的民众上了好一课。然后我起的作用呢，就是把这个事情用更简单的语言，能够给更多的日本民众能够讲清楚。然后在国会呢，用自己的语言去推动政府加紧和台湾的合作和这个结合吧，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是，我们两位都是最近被共产党就是啊，我们同道了，这是勋章荣耀。是败类的丑恶言行不值一提。针对时评上述恶劣行径，中方决定即日起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公安机关表示，对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温子瑜网民8九事情，给予5万至25万元人民币奖励。
在采访完日本民众跟政界人士之后发现他们多数人的方向大致相似，是希望有更多保障日本国安跟生存的政策。而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要推动这场新政立法呢？那 Sam 先生以前是这个香港的民意代表啦，也是议员嘛。那你之后来到日本，也是在研究相关的政治。那由于日本政府高市早苗提到越来越多关于台湾，甚至是民间出现了这种反中共的情绪，那想问你这一点有没有想到以前的香港？想到以前的香港，渗透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从我2022年过来日本之后，其实就一直都觉得，就是日本就一直在给这个中共渗透。其实是因为我以前的经验，其实就在中国跟香港都有在做演唱会的工作，当然在台湾也有做，所以就是会看到有很多的，就是比方我们说在中国去做演唱会，就会申请批文啊等等的，一定会跟这些就是官员会有接触。就是在日本这边的艺能界，就是 entertainment 的方面，就是他们是会介意这个中国的 business chance 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就会慢慢的就是避免去触碰就是中共的红线。这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过来日本之后，就是开始有很多在这边的香港人或者是在这边的日本人就跟我说，这个日本其实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中共的，就是一些同乡会啊，在这边已经就是开了很多的分部，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会收集情报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我进了就是大学去读书嘛，就是我在东大去读这个硕士，是。然后是那个时候我有听过我的学友说过，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有一些的专业的学生。他们会不同的去不同的大学去走读，就是先读完一个，比方就是说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就是学士，然后就跳过去另外一个大学，比方就是说可能去神户大学去读一个硕士，然后就是读完神户大学的硕士，你就以为他会上博士的了。对啊，但是他又跳到东大去读硕士，就是你就会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收钱去读这个书呢？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跟我说，就是其实因为在日本的一些中国的学友会，其实是跟共产党有联系的，所以他们就是会有这个网络。去监测日本的学界啊等等的人，跟中国人的交流等等，或者是做一些情报收集的工作。你来到日本之后，还有受到一些镇压、或境外镇压，或是中共网军当地的间谍跟踪你的事情吗？跟踪有，我们有一次我们在大阪去做活动，应该是23年左右。那个是公开的活动，公开的活动来的。然后就是公开的活动完结了之后，我们去一个餐厅去吃饭。会场到餐厅的那个路上，就是有一个很明显就是在跟踪我们，他就是要跟你说我们在看住你这样子。那基本上就是他们就是还是有威胁的，但是还没有去到一个很就是明显的，或者就是说很就是真的就是对于你的就是有一个就是身体上的伤害这样子的威胁。但是整体上来说，这一些的就是花警的镇压还是有的。是。你好，你好，好久不见。那个刚才车在那边，那个导航有点不清楚，迷了一下路。哦，原来。我留学的时候，中国留学生是很多的，那时候观光客其实很少。一直到疫情的时候，中国人他们就流行一个润字，因为疫情他们那边很多问题嘛，所以就让中国人就润到日本这边来。那个时候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就越来越多，日本人他们就觉得说外国人实在太多了，把他们的福利呀、好的东西全部都夺走了，但是他们缴的税却没有比日本人还要多，所以就在高市他上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口号，就是说日本优先，让日本国民他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中国那边他不是有一个政策，就是只要是去外国的中国人，他们都有一个使命，如果太多中国人来日本的话，那万一中国政府要求他们当间谍，对日本是非常没有保障的。日本にはそのスパイを
取り締まる法律もないんですよ。そして日本国がことをやるとした時に邪魔をしてくる人たちがやっぱりいるんですね。今回のこの高市さんの発言でもおかしいっていうような人たち、実はその中国が世界で初めて海外の国の自治体と友好都市を結んだのが神戸市なんです。最も多い神戸市であり、中国にとって親中シンボルであるのが神戸市なんですね。そのため私が議員になるまでは神戸市は上海と天津に事務所を2つ設けてました。でそこの上海で、勤務していた中国人の女性がい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勤務していた女性は神戸市の元副市長と大変仲のいい関係のある方が、いわゆる私はこれはハニートラップではないかと見ていますし、神戸市の職員、日本人の職員が上海事務所の所長としていたとしても、全部その人が上海事務所の中を仕切ったりお金を横領していたり、さらにこれも私がいろいろな情報を調査して発覚して神戸市も認めたんですが、天津事務所にはもう40年近く人民解放軍の退役した軍人が神戸市の税金で雇用されてるんです。今もそれを初めて私が議会で40年間の闇を取り上げて追及しているけども、もう今でも上海事務所を潰す時もすごい私に攻撃があって、日本人だけど中国のスパイがいる、これをやっぱり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し取り締ま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という状況はスパイ的な活動にも該当するのに、それができないのはこれまさにスパイ防止法という法律がないから。过去啊，日本政坛有一种很强的习性，面对中国不要太重，面对台湾不要站得太前面，面对台海危机最好模糊一点，暧昧一些，不要得罪北京啊。但2月8号这场突如其来的众议院重选，把这种暧昧给打破了。选前高市早苗执政联盟大约只有232席，而包含了公民党在内，主张对中友好、对中温和的反高市早苗阵营有大约170多席。可是，在2月8号之后，局势完全逆转，自民党单独拿下了316席，加上日本维新会36席，高市早苗阵营直逼352席次，掌握了众议院超过2/3席位。而立宪民主党跟公民党组成的中道改革联盟，最后只剩下49席。也就是说，日本选民不再只是让高市赢而已，他们是用一种压倒性的选举结果，在告诉日本的政界，对中国继续暧昧，继续牺牲日本人的优先权益，包含不推动有效的经济改革，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就没有选票；不加强对移民的新管理，你也会没有选票；对台湾继续沉默，也不再是安全的选项。从这一刻开始，日本的对中路线正在被重新改写。同样的，面对中共军事的威胁，承受了资讯战、渗透战、统战的压力，日本人选择了更强硬的路线。那台湾呢？台湾人自己又怎么看待中共对台湾的恐吓？就是假议题，然后每到选举就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两岸一直都有非常民间啦，其实有非常友好的互动。那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把两岸关系弄得这么的紧绷，然后导致人民都担心受怕这样子。那我也不觉得对方一定要用武力来拿到台湾。上次在政协会里面就有提到说，他们其实对于台湾是很愿意给予尊重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既然领导人都提出来了，我觉得或许可以列入一个大家的选项。自从赖总统上任之后，生活多少都是有影响，就是食衣住行啊，什么东西都变贵啊，然后觉得那个两岸的局势太紧张了，然后又跟很多国都断交，再加上他又去打压蓝白，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感觉上好像现在的司法好像比较没有值得受到国人的信任，一直在分裂台湾，而不是3个党派去协商怎么样对台湾比较好。像在国庆日的时候，你在公开场合去公开喊话，那你很明显就是要去挑衅，你不是暗中的做动作啊。对，我觉得太过强硬了，所以才造成台湾很多东西都处处被人家打压。对啊，我觉得可以示好，然后不一定要两岸统一，但是也不要说去一直刺激对方。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领导人的高度。那
人民的和平安全可能是首要的考虑。那如果你没有意志去触碰这样的议题，对方也没有很强硬的说要用武力的方式来夺取台湾，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有时候可以稍微缓和一点。那当然就尊重，因为他是一个领导人嘛。但是我觉得好像思考的角度或者是说出来的话都不够全面性，可能还是比较狭隘的。我个人不觉得中国会武力犯台啦，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笨蛋，要武力付出的代价其实非常的大。那有没有必要用这个路线来拿下台湾？我觉得就是假议题。对，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我觉得比较像是坚守一种立场或是一个原则这样子而已。我也蛮常到国外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工作。那工作的场合，有时候真的难免会碰到对岸国家的参与者这样。那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刚好碰到的对岸的参与者，他自己也很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情，所以经常我们两方的国旗是同台是摆在一起的，没有像一般的政治上面的影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这样。这一点我是觉得还蛮幸运的，但是他自己也很明白，如果碰到这个场合的话，他必须要很低调。那既然他们也都能够有这个想法的话，那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总统，那在国际上面的行动或是一些行为，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支持。那只是一种立场而已。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去挑衅啊，或者是真的去主动做一些什么，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行为而已啊。其实赖总统有他的总统的立场，他的做法也没有不对。大陆如果不要这样围剿、这样恐吓，还有我们的外交不要阻止，对不对？这样子，赖总统我相信他也就不会这样子跟大陆，对不对？也希望说有机会大家坐起来喝杯茶、喝个咖啡，大家谈一谈。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好。不要这样针锋相对啊！其他什么条约规定，那个再说啦。主要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嘛，对不对？很简单的嘛，你不要这样子要围啊，我们当然也会害怕啊，对不对？在高市早苗大选后啊，日本开始加速推动国防松绑，也让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更具体的国安路线。可是反过来看看台湾，情况却显得复杂更多。在台湾啊，不少支持者认为啊，最大的在野党于国安、国防、两岸议题上，正在削弱台湾面对中共抵抗的能力。因此，后来台湾内部也爆发了一场反共护台为核心诉求的大罢免行动，但结果失败了。而失败之后，台湾的政治实现变得更为残酷以及复杂。面对中共日益剧增的威胁及共军将领的整改下，台湾的国防预算接连受到杯葛，军购与无人机多项计划受到了删减。在这种强敌环视情况之下，台湾社会内部仍然受到拉扯战中。这也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同样的都在第一岛链，为什么日本可以把对中警讯转为选票，落实国家安全，而台湾却很难形成同样的政治共识呢？为什么日本选民越来越不在乎中国政府经济或国安的恫吓，而台湾人却高喊的两岸一家亲？正直言うと僕らはそこまで関与してるんで分かんないです。てかそこまで多分結構気にしてる人いないと思います。別に個人来たければ来たらいいですし、嫌やったら来なくていいと思う。其实我很支持因为目前台湾以国旅的现状，其实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那过去两岸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其实民间团体应该说一般市井小民获得很大的利多。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非常非常赞成的。观光应该是不用反对啦，至少可以促进我们的经济。如果对生意人来讲，应该是乐观其成。不反对，因为促进两岸交流也是不错的。就至少两岸要有交流，而不是封闭，这样子没有任何的进展。一定支持啊，因为我觉得政治跟商业要分开，商业是让台湾赚钱，本来台湾就那么小，所以要靠很多人嘛，人要多，不管是谁，我觉得商业的，你只要有赚钱有观光，就是要让各个国家的人，你不要去局限说中国的不要还是什么不要，只要让台湾
可以变得更好，就应该要这么做。那政治我们可以防，但是不需要防到说感觉上好像就是专门在针对中国，那对台湾以后的经济发展也是会有很大的阻碍。毕竟我们还是要靠别人，我们才有这些出口的东西，可以让台湾变得更有钱，然后让全部的人平均薪资都拉高。拉高的情况下，物价又可以稳定。没有一定要开放。过去其实我们已经也开放过陆客来台好一阵子，很多年嘛。那其实有朋友啊，或者是商家这些经营的人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因为有人过来，我们就一定会得到这个好处或利益，可能都还蛮局限、蛮局部的啦。那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大这个部分，好像看起来有这个美好的想象。那实际上比较常接触的，可能就是在这个互动之间，或者是旅游品质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比较对多数人比较实际。有能力来外出观光的，其实水准都不会很差。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台湾现在蛮封闭的，他们有看到对岸目前其实是非常非常进步的，甚至2、3线城市都已经超越台湾了。那我觉得人民的素质在这20、30年其实也是非常快速的进步。与其一直抱着过往的一些想法，不如很友善的去接纳，甚至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状态去看待对方的百姓来我们这边进行观光活动或是旅游。ゴミを街に捨てるとか、乱丢垃圾、仕掛けてるとか。披露，大部分都还 OK， 但是还是有少部分的人就是行为会比较有偏差，或者新闻常报会做出一些脱轨的行为。那这些我觉得就是向他们宣导，然后让他们知道台湾是怎么样做的。那我们就是有个方案去防范他们就好了，那也不需要过多的放大，因为有时候是国家跟国家文化的差别。我自己还蛮经常到国外旅行，不管是休闲或者是工作这样。那的确，如果是在跟中国一般情况底下的这个人民有互动相处的话，的确对他们的一些习惯不是太能够接受这样。中国以为只要限制旅客去日本，就会让日本观光业跪下，进而逼迫政府对中妥协，但结果恰恰相反。中国航班虽然减少了将近50%，自由行的中客也减少了40%。可是日本整体的访客啊，从去年11月的351万，成长到了2026年3月的361万。而在2026年的第一季，观光收入对比中国制裁时的高峰还增加了约570亿日元。为什么呢？因为台、韩、欧美旅客把中国客的缺口给补上了。所以这场制裁呀，与其说是中国打击日本，不如说是中国亲手帮日本完成了去中国化压力测试。我们可以发现，当一个观光市场有价值时，它不怕特定国家的旅客不来，本身就可以吸引更多其他国家的观光客，日本观光照样创新高。那中国人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自家政府宣传的日本仇恨中国人的行为呢？我觉得比起说是因为华人被日本人讨厌，更多是因为一部分人他本身的表现不好被人讨厌。我觉得日本人并不会说是因为国籍去直接去讨厌一个人。我觉得没有感觉，就是因为大家都比较有礼貌，然后毕竟东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大家对不同的文化就是包容程度还是挺高的。就是大家都挺好的，然后我有事情什么，很多时候都是日本人帮我解决。我是今年第3次来了，我经常来，感觉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我认识的一些身边朋友，像他们也有，比如北方人也有南方人，他们最近也有想来日本。确实有些人是被机票是被直接取消掉，他们就会重新再买一个从香港来日本的机票，这样就可以规避掉这些风险。一些政治问题吧，出行会有点影响到。可能有的新闻会说，但是我个人觉得这边还是挺好的，就道路啊什么都很干净。他们这个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东西这个好像不能讲。毕竟这个国家还是以日本为主导的国家，我们还是应该去尊重大多数人的发言，不可能说是因为一些少部分的利益就要去牺牲掉他们这个整个国家的国民的一些看法。有的国民可能是不支持这些发言，有的国民可能是支持这些发言。但我是觉得，从我这个角度我是很难评价，但是我是觉得其实对现实中的影响并不会有那么大。很多时候有一些地方的媒体还是过分夸大这个新闻。
旅途的最后啊，我们来到了大阪的胜尾市，以满山的达摩闻名，许多台湾旅客都曾在寺内把祈愿达摩旁边写了个台湾或是爱心。但在2025年底啊，一名中国籍女子啊破坏了这片台湾达摩阵，引发了台日网络的热烈讨论。这不是一场观光纠纷而已，它让日本人看见了中国民族主义不是只停留在中国境内，它会走进每一个国家，它会走进每一个巷弄，也会把台湾这2个字当成攻击目标。那刚刚跟妙方人员聊到最后，他们也跟我们说，他们最近在规划要做一个看板，提醒中国游客不要去影响、不要去移除其他人留下来的祈福和信念。那这是留给中国游客看的，因为太多中国游客开始在做这样行为，他们是非常困扰啊。好，那我们现在盖到了第4个点，那第4个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事发地啦。在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一个铁线？这原本是有拉起一个小围篱，那一开始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很多游客就看到这边有个空间，就把达摩放进去，那慢慢的就放出了台湾的字样，然后台湾的形状。但中国游客看到之后就跑进去搞破坏了嘛。那妙方这边原本就围起来，他们本来就想在这边放椅子，不是说我们台湾先把它摆好之后，他们才把它围起来，好像不想给台湾人继续摆。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它是本来就有围篱唯一不自然的呢，就是有人人为去破坏那个人是谁？就滑抖音应该滑得到了哈。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Change on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We come from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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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我们没有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真正的困难通常不会有简单的回答。台湾与日本该如何应对中共的渗透与武力恐吓？如果维持和平需要有人付出代价，那这个代价又该由谁来承担呢？当现有的生活方式必须建立在防卫、警觉与准备之上，一个民主国家又该如何说服自己面对这些不舒服的现实呢？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一部纪录片的结束而消失，它会继续存在于台海，存在于闲话家常中，在每一次的选举、每一次的军演、每一次的外交表态。这趟旅程只是记录了一个真正变动的时刻。过去可以模糊的问题正在变得具体。不少人认为，和平就是不用选边站，不要出声，不要刺激对方。当威胁一步一步靠近时，沉默本身也会变成一种加剧中共胜率的表态。日本的社会正在改变，这不只是因为友台的情感，也不是因为政治人物的每一句话，是安全所迫，让日本不得不重新思考台湾、中国以及自己的未来到底有多远。台湾的位置则更加复杂，有人支持强化国防，有人希望降低国防，有人把中国当成风险，也有人把中国当成机会在拼搏。这些分歧是民主国家的一部分，更是民主国家的常态。但分歧不代表可以回避现实，不同的答案可以并存，而现实却不会因此而停止前进。当一个威胁已经被周边国家看见，台湾自己必须更诚实地面对它。和平不是投降，当然也不是挑衅。和平是一个社会有能力面对威胁时，却不会被威胁给牵着手，也不会去妥协威胁。当风暴靠近，有些国家开始加固门窗，有些国家仍然站在屋内，说那只是微风而已。历史最后记得的，往往不是最早听见警报的人，而是那个听见警报之后，仍然选择装聋作哑之人。台湾能不能在恐惧、利益、分歧与现实之间找到自己愿意承担的答案呢？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因为它才正要开始。